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打野职业歌的一个剑姬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刷野抓人思路。剑姬的话很强势哈，也是那个什么，也是现在主流顶尖打野之一，但好像并不是很多那个绝活哥喜欢玩剑姬打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这位职业哥的话，龙的话是很喜欢用剑姬去打野的。这位职业哥说他在越南粉丝有很多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啊？有越南的朋友可以说一下啊，这个龙的那个粉丝是不是特别多？女粉，特别是女粉。但我感觉英雄联盟手游赛事没什么人看，完了。是吧？开始传来捷报啊！真的是队友来传来捷报。那这种情况下的话，这局说实话已经就是这局，我跟大家说就是打着逆风局，劣势。对面是不是请演员了？哈哈哈哈哈。开玩笑的哈，这里面肯定不是演员，只是抓到了而已。这里有没有机会？好像前期估计机会不是很多，剑姬的话找中路，但绕到那边去了。好像越南那边的女粉丝说这个龙是手游界的 faker， 这把是真逆风了。看看逆风怎么打吧，前期0-4，怎么去翻这个盘？这里的话刚过来就已经被杀掉了，那这样的话只能说吃兵线，看看能不能找个机会。这里的话人马会不会回头？拖得有点久，人马是很容易回头的。对面兰博跑不掉，还是收掉了，限制了一下对面兰博的发育，但兰博后期是比这个亚索有用的，特别是对面是肉兰博。对面打野说叫自家打野走，但自家打野不走，反倒是被这边的职业哥收掉的人头。这把的上单是基本可以判定是不怎么会玩的。就是如果说你在这局游戏里面找不到高手，那你就是那个高手。如果说你找到了，对吧？那你恭喜你，围绕着他转就行了。这里的话过来找波机会，亚索直接拉兵线过来了，那这样的话直接给大招，
打破绽就好了，收掉。还是亚索拿到人头。这永恩收掉了。对面还是给了压力啊，这里上来，但追不上，打不到那个破绽。能打到破绽减速的话还好，这里直接给大招了，但有点到塔下了，打不了。这样的话，人拿蓝。剑姬的话也是要以那个3项为核心去打输出啊，因为没有3项的话就太脆了。对面永恩过来，知道对面挡，所以直接先等你放完挡再吹2段 Q， 这样的话就没办法拿这条龙了。先发育一下了，只能是打团的话不好打。把劣4级，但这把劣的比较厉害，发现这把的话得稍微认真一些了。如果顺风局的话，绝活哥那职业格式不好顺风不起来，但有点逆风是吧？那这种就打的比较上头，比较有意思。我去，直接破绽打满。这把的受害者就是对面的兰博。我发现玩剑姬的他这种不是很喜欢去抓双人路。这位职业哥没去过双人，这里的话来找这个打刷完这个蛤蟆。哦，没有了，直接来找对面了。这永恩的话是能杀的。人马过来了，大招的话，亚索血量不是很健康，打不了持续的。这里的话买了个挺进者，这把的话得认真一些了，因为对面有2个高手，中单和那个打野，还有射手的话也玩的不错的。这里面把那个赏金塔都打出来了，这里直接找对面找软柿子捏哈。2技能打出来，但破绽的话没有完全打出来，有个破绽一直在卡着墙那边。没输出了，没办法。再来找一波机会哦！永恩在附近，赶紧走。对方永恩，你看没有？这种，只要找到机会，他就过来试探你。啊，永恩过来了，有大招的，但人马也过来，立刻交闪现跑，2技能挡一下，拉一下，但人太多了，没机会了。按中路的话，队友这边可以发育了一下。对面每个人都起来了，除了兰博吧。兰博说实话，肉兰博倒无所谓，他只要吃伤害就行了。啊，经济差了6000块。
这种野怪吃不到，然后线也吃不到的话，就有点难翻了。所以这种局面没那么好打哈，还是得找对面落单的，找对面的兰博，给大招，直接把伤害灌出去，不要犹豫。这样的话可以吃人头吃线，然后就得撤了，因为对面赶过来的话，你这赏金塔你吃不到的嘛。这边阵容说实话并不是很好，因为你像那个谁，像中单，又到后期大后期的上单是个亚索，亚索的话并不是能扛得住，没有前排，等于就是亚索你看着肉，但他如果你就是他不通过那种高移动去规避伤害的话，他其实肉不动的，不像兰博啊一些这种版本的离谱的英雄，说实话。这里的话，这亚索不接大，接大的话其实可以杀了这个人马的。哇，这个直接是那个什么星之刚搭配那个狂徒，这个肉的话，纯肉的话，然后搭配日炎，确实很顶哈，能烫。这3个队友又挂。好了，这种进入到大逆风状态，看看，反正给大家兜个底，这把是翻了，怎么翻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像刚刚亚索接大的话，对面已经炸了。这把输出点，对面永恩2技能挡掉了，但对面伤害很高，闪现拉开，但还是1技能拉住的。左边就是这边没有控制技能是杀不掉永恩的，就有永恩的话，你们一定要选个强控制。对面永恩是直接领先1件装备的，但好像对面想送3路全崩。破3路的话能发育了，说实话，但如果双龙没有的话就炸了。这里的话，职业哥开始要指挥比赛了。这里的话，推中路必须得有人来接应一下，不然对面直接冲过来打的话，完全打不了。这里的话找机会。秒对面的伊泽瑞尔，但伊泽瑞尔闪现开了。卡萨丁想杀的话，这里卢锡安收掉了对方的人头，但卢锡安也死了。那换的话是赚的哈，因为这边人头不怎么值钱。这里必须得拉开，没伤害了。3件套了。对面想一波，对面有残血的，这里挺进者拉开一下，直接找机会，但被对面秒了，还好有护盾。这里的话，兵是推不是很好的兵线，这里队友复活了，换人头的话还是赚，可以的，就是可以赚，不亏。这局的话是土龙魂，土龙魂的话还是可以给的。这里的话，在计算对方的闪现，
就有时候你要大概记得谁闪了，那你下一波去抓他的时候，知道他没有闪现，你就重点去找机会。这里上来打一套，给大招了，有闪现，先秒掉一个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大龙是可以守的。永恩找机会上来的话被集火，可惜没有强控制。这里的话，来这里蹲人，回家回去一个。这里的话过来秒掉对面的永恩吗？没机会啊。哦，亚索回来了，还好。线的话是能守住，兰博的话推塔能力是很差的。这把是没有重伤，有重伤的话其实有机会的。但这兰博想送，这兰博这样子送的话，那就真没了，嘿嘿。兰博送啊，没有送。但卡萨丁绕后了，有大招啊，没有那个眼在你看到了，应该是。但这兰博不怎么值钱呐，水晶可以复活一波。那这里的话可以强杀这个大人头。这把的话得看永恩，永恩血量不是很健康，嘿嘿嘿，这点看似满血，其实永恩的话没技能，其实他血量就是只要差一些都不怎么健康的血量。不好打。但这边有卡萨丁能拖，凭实力拖到后期的话，其实有机会赢的。如果是普通人，那就其实可以投了。但这把的话，因为是职业哥在嘛，所以还是有机会赢的。不接受反驳，哈哈哈。然后野区资源的话是完全被对面吃掉了，压缩了经济嘛。你这里面就可以看到，我之前都在就是视频里面都有说，就是你刷完中立资源的话，你就要去吃掉对方的野区，这样的话就很大幅度的限制对面的发育空间。你看这种情况下，就是你可以看到职业哥也没办法的去一个很好的发育。你看蓝 buff 的话，一样是会被对面反掉了，出去的话根本就出不去。你看永恩已经把对面的把这边的蓝给吃掉了。对面兰博是唯一一个突破点，就是没那么肉。你们永恩想找机会啊，但他没有地方攒风，有风的话他上来肯定大招接 Q 了，或者 Q 接大招。没有风，有风墙挡一下那种远程伤害，人马进财直接秒掉。永恩上来的话，但伤害打不全。这里的话，下一波可以尝试，这里可以追的，5打4还是有点机会。这里的话，亚索想上去，要亚索上去，留人好像留不太住啊。这里上来。先秒掉这个兰博，这个 Q 闪歪了都刚刚，但这里的话把它秒掉，过来不好追了，得往后退了，拉开，接一下，这一把的话应该是赢了，有点紧张了。这里的话直接来拿远古龙哈，因为远古龙的话拿了是打架是100%赢的，除非你再送，就拉出来打，然后可以拼宠的。这里的话找机会，到处都是眼，把眼排掉。哎，这里的话对面给机会了，那这样的话打龙直接赢了。这就是这个版本很容易翻盘，说实话。对面永恩可能想过来吗？那这样的话，远古龙有了，要下去那个兵线，把兵线处理一下。
哇！但是 AD 的话被找到机会吗？哦，永恩直接被秒了，这永恩会被气死了，今晚睡不着觉。啊，卡萨丁回去了，亚索来扛这个龙。下一波有复活甲了，所以下一波团战的话其实很好打。可以让队友去把下路线带了，然后自己这里拿了双龙就开始飘了是吧？来嘲讽对面了，问对面这个分不好吃吗？这里的话，卡萨丁一定要去中路，不然3个人的话很容易直接被对面5个人包了，秒掉的。啊，中路1塔终于掉了，还有40多秒的远古龙。对面的话死守应该能推高地，但想一波的话，除非对面出来打架。永恩给机会吗？这里偷塔，把塔推了。远古龙压力还是蛮大的哈，说实话。对面冲波塔，这里亚索可以上了。对面永恩上来，塔推掉，2座高地上来打一套。蓝魔没有闪现了，我这里的话队友很好，很给力啊。这样的话直接一起点塔，就这么翻了，真不容易。对面的阵容抱得太紧了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